天道维护者苏明，以身补道，功德圆满。功德圆满，不过是用到头了，该当废品处理了。道祖，操你！我为你修补了3万年的 bug， 最后我却成了你最大的 bug。若有来世，我必修正你。苏明，又做白日梦了？梦见自己灵根修复，被长老收为亲传了？哈哈，别这么说，苏师弟可是我们青云宗百年不遇的奇才呀！灵根残缺成这样，还能引气入体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！我叫苏明，从记忆中得知，我回到了天道飞升系统上线的前1年。难道这一世还要像前世一样卑微恐惧地活着吗？不，我这一世，我将亲手修正这不公的天道。检测到适配灵魂，晋级权限天道 bug 绑定成功，核心全能已激活，刊物、修改、删除、重写一切天道 bug。苏师弟，白天的时候你很嚣张啊！就是，让你替我们打扫伪神祠这个破地方，你竟敢不听话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这个灵根残缺的奇才！这些个没娘养的东西！拜见张执事，还敢离这些个石头蛋子这么近？这些可都是前朝污秽之物，明早就得砸掉。你们沾上了身，可就污染了我青云宗的清净。那就让这个灵根残缺的奇才，今晚就在这里把这些石头蛋子砸碎吧，免得明早还得劳烦我们动手。终于让我有机会独自面对这3000伪神了。平时想随意出入后山这块禁地，可是想都不敢想。污秽之物，这些无知的蠢货怎知这3000伪神虽然法力不高，却是独立于天道之外的法则碎片。道祖，原来你也有眼瞎的时候。你眼里的垃圾，可是我用来杀你的根基。道祖，你用我献祭天道，今天我就用这3000伪神献祭我的天赋。逆道献祭大阵！只要将聚集灵气的龟甲碎片刺入眉心，阵法即成。我成功了！哼！天赋进化，错！检测到未知 bug， 系统修正中，修正失败。天赋重构，恭喜宿主觉醒晋级级天赋天道 bug， 能力可刊物、修改、删除、重写一切天道法则相关的构成。天道 bug， 道祖，你听到了吗？现在我成了你最恐惧的存在。比试开始。哼，这一局林凡胜，不去。下一个。那是苏明，他不是灵根残缺吗？他上去干什么？疯了吧？苏明，你这废物也敢上来，滚下去！别脏了我的眼！林凡，休得无礼！比试开始。对付你，一招庚金剑指。庚金剑指灵力结构过于简单，能量在指尖汇聚时有0.3秒的凝滞，稳定性不足。我靠，他是怎么躲过去了？躲得倒快，看你这次怎么躲！水晶之剑，灵力长剑，能量从剑柄向尖尖传导，只
是要破坏其传导路径。犯，受死吧！断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废物，竟敢3番2次的羞辱我！我要你死！终于看出来了吗？剑！护法金神，第17道庚金法则与第36道锐化法则存在冲突，一个致命的 bug。你的神有 bug， 我帮你修正了，不用谢。金神，给我上！公正。什么？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的金神怎么会？苏明，你用的是何种妖法？回禀长老，弟子用的并非妖法。那为何林凡的护法金神会自行溃散？终于来了，决定我未来地位的第一步。弟子并未击溃金神，弟子只是指出了他的一个错误，一个微不足道的 bug。错误？功法不是神，是人写的，是人写的就有 bug。林师兄的护法金神看似强大，实则根基不稳，法则冲突。弟子只是轻轻一推，他便自行崩溃了。此战苏明胜。按照宗门大比规定，胜者可入聚灵峰洞府修行1月。获胜的人怎么会是他？聚灵峰？我没听错吧？长老居然把聚灵峰赏给了他？凭什么？他一个灵根残缺的废物！我在宗门苦熬5年，为了一次进入聚灵峰的机会，几乎拼了半条命。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他一招废了宁凡师兄。这个人，我们以前可能都看走眼了。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太可怕了。我们以前是不是得罪他太狠了？嘘，快点走，别被他看到。苏明，这里就是你的洞府。聚灵峰乃我宗灵脉核心所在，灵气是外门的10倍不止。我知道你身上有大秘密，我不问，但你要记住，力量若是不能手持本心，终将为力量所蚀。好自为之。多谢长老。手持本心，我的本心就是复仇。告诉我，你那所谓的天道飞升系统会在1年后降临。在此之前，我必须变得更强。引气诀流传1000年，人人都说它中正平和，绝无差错。可笑，在他们眼中，这是最安全的功法，在我眼中，却是为庸人设下的最大壁垒。找到了！所有人都认为引气入体，当顺行周天，以稳固为上，却不知这恰恰是最大的误区，是为了方便庸人入门而设下的安全锁。真正的捷径是逆行1寸，再顺行1尺，以经脉的逆向震荡，撬动丹田的气旋，形成共鸣，强行将天地灵气扯进来。撑住！风险越高，回报才越大。道祖，等着我！警告：检测到速度正在进行高风险修为，检测到灵气吸收效率提升1000%，演气境第2层突破，演气境第3层突破，演气境第4层。这是有人在侵吞整座神峰的灵气，是他！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怪物？不好！他强行吸入灵气，超出了经脉承受的极限，这是要引爆整座灵脉。疯子，简直是个疯子！完了，来不及了！就算是今天七凶师被卷入，也要被撕成碎片。苏明，你最好给老夫一个解释。
弟子参见长老。弟子方才修炼一时不慎引动灵气暴走，惊扰了长老，还请长老恕罪。哼，恕罪？你可知你刚才差点毁了整座巨灵峰？引动灵气暴走？哼，好一个一时不慎！老夫从未见过有人能在灵气暴走中安然无恙，还连破3境。哼，说，你究竟用了何种秘法？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我青云宗的弟子？天道 bug 之事绝不能暴露，必须给他一个他能理解但又无法完全看透的解释。回禀长老，弟子所用确非本门功法，乃是弟子无意中得到的一部上古残篇，名为《密脉吞灵诀》。此法行功路线与常法截然相反，凶险万分。弟子也是九死一生，方才侥幸成功。上古残篇，逆脉吞灵诀。怎么了，长老？这名字是我瞎编的，但原理没错。越是听起来霸道凶险，越是符合上古功法的特征。此经脉坚韧，气海稳固，绝非邪魔外道。莫非他当真是得了什么上古奇遇？此等天才，若因一时猜忌而毁掉，岂非我宗门巨大损失？也罢，此事下不为例。你虽有机缘，但道途修行根基为重，如此冒进，终非正道。这是凝神丹，可稳固你暴涨的修为。这1个月，你就在此好生修炼，不得再引动灵脉。此非池中之物，传我法令，将巨灵峰方圆10里列为禁区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家伙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。筑基3层，根基已稳，这老家伙倒也算厚道。这凝神丹品质不差，正好用来冲击下一层境界。印气诀的逆行之法，风险虽高，但收益也大得惊人。我的经脉在破碎与重组之间，韧性已远超常人。寻常弟子需要数月苦功才能突破的壁垒，对我而言，筑基至4层，突破还是太慢了。巨灵峰的灵气虽好，但终究有限。想要在1年之内拥有对抗道祖的资本，我需要更庞大的能量，更逆天的机缘。而这宗门之内最大的机缘，便是镇魔塔。前世，宗门为了镇压一头即将突破封印的上古魔物，几乎耗尽了所有地域。世人只知镇魔塔凶险万分，却不知那上古魔物的本源魔气，对于我来说，是这世间最顶级的补品。算算时间，那头魔物也该开始第1次冲击封印了。长老不让我引动灵脉，可没说不让我去降妖除魔呀。我靠，是苏明，那个一招击败林凡师兄的狠人。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他不是应该在巨灵峰闭关吗？听说他前几天在巨灵峰引动了灵气暴走，差点把山给炸了，被长老狠狠训斥了一顿。任务领取成功。镇魔塔的任务，疯了吧？上个月有3位内门师兄接了这个任务，结果只有1个重伤逃了回来，另外2个连尸骨都找不到。听说里面的魔气误人灵根，侵蚀神智，进去就是9死1生。苏明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此任务生死自负。弟子想清楚了。镇魔塔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前世，我只是在外围修补被魔气侵蚀的阵法，这一世，我要的是你核心的本源魔气。你这废物，果然来送死了！苏明，你毁了我的道途！今天，我要你在这镇魔塔前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就凭你们？苏明，你别太得意！你以为这里还是宗门擂台吗？在这里杀了你，谁都不会知道。更何况，这是林师兄家族为重金求来的4方锁灵阵，一旦布下，
暂时进入此地灵气。苏明，没了灵气，你还能像上次一样故弄玄虚吗？没了灵气，你就是个灵根残缺的废物。识相，把你从长老那里得来的凝神丹，还有你在聚灵峰洞府玉牌都交出来，我们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锁灵阵真是天助我也！他们以为锁住灵气就能废掉，却不知道这反而为我创造了最完美的狩猎场。因为我需要的从来都不是灵气，而是魔气。你们是一起来送死吗？不准！给我杀了他！我要把他剁成肉酱！大家别慌，这阵法对我们也有影响。该主角，现在就是个普通人，给我上！来得好！魔气暴走了，快跑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封印提前破了！就是这个味道，多么纯粹，多么强大的能量！道祖视为剧毒的魔气，对我而言却是无上的美味佳肴。他在吞噬魔气。检测到宿主正在吸收高水度的元武器，主接近5层突破，主接近6层突破。完了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居然想杀一个生吞魔气的怪物。魔头，他是个魔头，他根本不是人。怪物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，什么灵根残缺，什么外门废物，都是假的。多谢各位师兄为我布下这四方锁灵阵。若不是这个阵法隔绝了天地灵气，只留下了最纯粹的魔气，我还无法吸收得如此顺畅。作为答谢，我决定送你们一场大造化。苏明，你别过来！我爹是内门之士，你敢动我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我不杀你们，毕竟在宗门内残害同门是触犯门规的大罪。我只是帮你们也体验一下这魔气灌体的美妙滋味。我的天道 bug 不仅能刊物法则，更能重写。这魔气在你们体内是剧毒，但在我重写之后，它就是引爆你们体内灵力的催化剂。疯子，他是个疯子！快撤掉阵法！林师兄，到你了。不要，苏明，苏师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仅仅是外泄的武器，就让我的修为从筑基4层暴涨到了筑基7层。塔内封印的那头上古魔物，它的本源武器又该是何等的美味！苏明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回禀长老，弟子前来探查，不料刚一靠近，镇魔塔封印便突然松动，魔气暴走。林凡、王武等几位师兄为了保护弟子，不幸死无对证，这口黑锅他们背定了。筑基7层，但根基却异常稳固，并无被魔气侵蚀的迹象。能在魔气暴走中存活，还修为大进，难道真是上古功法的奇效？此子气运惊人呐！他们
是自爆而亡。众师兄为了阻止魔气扩散，不惜引爆丹田，以自身灵力对冲魔气，这才为弟子创造了一线生机。弟子有负众望。也罢，他们为宗门牺牲，宗门会后续其家人。苏明，你此番探查可有发现？弟子发现塔内魔气比宗门记载的更为狂暴，似乎塔内封印的核心出了一些问题。弟子斗胆想入塔一探究竟，为宗门分忧。胡闹！塔内凶险万分，连老夫都不敢轻易深入。你区筑基7层，进去就是送死。长老，弟子所修功法对魔气有天生的克制，别人进不去的地方，弟子或许能进。而且弟子能感觉到塔内有东西在呼唤我。好，老夫就信你一次，这是清心玉佩，能护你神智。这3枚死雷子是老夫的保命之物，危急时刻可为你争取一线生机。祖明，记住，一旦事不可为，立刻退出来，你的命比这整座塔都重要。弟子谨遵长老教诲。筑基境8层突破，筑基境9层突破，筑基境巅峰达成。这是谁？好恐怖的剑意，好精纯的寒冰法则，一剑斩断了那魔物的本源魔气。他的修为至少也是元婴期。宗门之内什么时候隐藏了这等人物？不可能，这双眼睛怎么会是他？他不是早就应该在300年前的神罚之日就和那些旧神一起陨落了吗？你是神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光明女神的味道？圣女是圣女凌霜。300年前，她因质疑神谕，被光明女神亲自判处圣火净化，神魂俱灭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光明女神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你身上的味道和这座塔深处的那个东西很像，但又不一样。你是女神仙的进化者吗？净化者又是工具的代名词。要苏醒，我镇压了他300年，力量快要耗尽了。你必须离开，如果他挣脱封印，这方圆千里都将化为魔域。离开？不，我来就是为了他。你，一个筑基境，连他外泄的魔气都无法承受，只会成为他的养料。他说的没错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正面抗衡就是送死。但是这污秽之源，前世宗门典籍记载，可曾是女神座下的镇狱神兽，因吞噬了堕落神奇的残魂而被魔气污染，最终被封印于此。对了，神性与魔性共存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 bug。我确实杀不了他，但是我能找到杀死他的方法。凭什么？前世的我，就是靠看悟这些阵法符文为生。这个阵子符文，第3话与第4话之间的灵力流转有0.02秒的延迟。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错误，让魔气的侵蚀速度加快了3成。这个错误，连我镇守300年都未曾察觉。究竟是谁？我需要你为我创造一个机会，一个能够让我近距离勘悟它本源核心的机会。好。这就是镇狱神兽的本源，已经被魔气彻底污染了。好恐怖的生命力！生灵血肉，孽畜，还敢再
命双剑。不行，他的再生速度太快了，这样下去，我的灵力迟早会被耗尽。纯粹的攻击是无法摧毁的。它的核心是神魔两种对立法则的扭曲共生体，除非能打破那个平衡点。开始解析污秽之源，构成分析：73%本源魔气，27%残存神性。法则冲击程序中，发现137处致命 bug。太多了，这个在核心里最致命的那一个，神性、魔性相互排斥，却又相互依存，构成了一个扭曲的平衡。有了，就是这里，两种极端对立的法则被强行糅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它最脆弱的起点。凌霜，他的左心房3寸之下，那里是他的法则冲突点，攻击那里。凌霜，他的左心房3寸之下，那里是他的法则冲突点，攻击那里。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出来的，但现在只能信他一次。以我之血为祭，以我之魂为引。寒天，冰莲藏。就是现在，天道 bug。全力运转，法则冲突，修正。我的力量在崩溃。道祖，我来了。好恐怖的力量，这就是神魔本源的碰撞吗？你究竟是谁？神魔之心，前世我只在最古老的典籍中见过记载。它不属于天道，也不属于神域，它是法则之外的起点。发现图像能量核心神魔之心，效果可自由进化，超出神性与魔性两种本源力量。警告：此物为天道法则之外的产物，存在未知风险。风险？我苏明这一世走的本就是一条逆天之路，风险越大，收益才越高。金丹境一层突破，金丹境2层突破。不对，这股力量太庞大了，以我现在的肉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，就像一个孩童挥舞着万斤巨锤。你所用的不是一脉通灵诀，那是康悟法则的力量，那是天道维护者才拥有的权柄。他竟然知道天道维护者，他的记忆恢复了多少？苏明，你还活着吗？快出来！塔内的魔气消失了。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，带着神魔之心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座塔从来都不是为了镇压污秽之源，它真正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坐标。现在里面的东西死了，新的坐标也诞生了，他们很快就会循着神魔之心的气息降临。他们是谁啊？我记不清了，只知道他们自称为清道夫，负责清理所有被女神遗弃的垃圾。那
那是什么？天上出现了一道裂缝。他们是谁？竟然能撕裂这方世界的天幕？走！神使，是传说中的神使降临了。神使？不，他们不是神，他们是光明女神座下负责清理旧时代遗物的清道夫。前世正是他们在神法之日，将凌霜连同所有质疑神域的旧神一同抹杀。污秽的能源核心，旧时代的残渣，奉女神之谕，予以回收。退下。残存的旧神，居然还有一个，也好，一并进化。神说要光。神兵臂。不行，实力差距太大了，凌霜现在的状态根本挡不住，必须想办法。天道 bug， 刊物。警告！正在解析高位阶神术圣光裁决，法则等级过高，解析失败。警告！检测到法则反噬。竟然连解析都做不到，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顽固的旧神，你的时代早已结束。甲，你的动作太慢了，一个残魂而已，需要这么久吗？快点结束吧，这方世界的空气污浊不堪。他们的力量源于天空的那道裂缝，只要能暂时切断他们与光明神国的连接，就有机会。做不到，那裂缝是神器以大法力撕开的世界通道。你做不到，我来。天道 bug， 我无法解析神兽，但空间法则却是这方世界的基础法则。只要是法则，就有 bug。找到了，为了维持通道稳定，女神的力量在通道的2个节点上设置了锚点，但其中一个锚点为了规避这方世界的天道排斥，存在一个5秒级的能量波动。修正。不好，与神国的连接中断了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凡人，怎么可能干扰到女神剩下的空间锚点？他不是凡人，他身上的气息是变数。先杀了他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不，他们的对手是我。终于把你们从神拉回了人的层面，虽然还是元婴期，但至少现在的你们是可以被刊物的存在了。看好了，这才是 bug 的真正用法。圣光穿刺，36道光明法则，18道锐化法则，能量传导路径，3处冗余，冗余删除。什么？我的神力？亵渎者，进化！圣剑裁决，72道法则，结构臃肿，力量分散。攻防一体，可惜啊，你的防御漏洞百出，法则链断裂。你的神体也是由法则构成的，既然是法则，就有 bug， 而且你在做什么？还是最好的养料。这
亵渎神的蝼蚁！你竟敢吞噬神力！金丹境3层，突破金丹境4层。魔鬼，他是魔鬼！这快，通道就快稳定了，快回去禀报女神！想走？哼，问过我了吗？空间法则，封锁。凡人，你竟敢操控空间法则，这是对女神的挑衅！你他们交给你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300年前，他们以女神之名行净化之事。今天，你以你自己的名义行审判之权。你这污秽之女，你敢！以我凌霜之名，别这样，判如灵，动作永坠冰封。不，不！他们到底在做什么？哼！我叫凌霜，你到底是谁？前世的他高高在上，是自己连仰望都觉得亵渎的圣女。这一世，他却站在自己面前，对我充满了困惑。我叫苏明，一个被天道遗弃的人，也即将是修正天道的人。你认识我？此间事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回去？回哪里啊？镇魔塔已经毁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我的使命就是镇守在这里。现在我的使命结束了。他被封印300年，神魂受损，记忆残缺，对外界一无所知。也好，你的使命没有结束，那些所谓的神使还会再来。光明女神不会善罢甘休，9天道祖依旧在俯瞰众生。这个世界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，而你，凌霜，你的新使命就是与我一起将那些高高在上的伪神拉下神座。好。苏明，神使死了，被一个筑基境和一个被宗门遗忘的守塔人杀了。你们长老，镇魔塔的魔物已经彻底净化。这位凌霜前辈是宗门隐藏的守护者，此番也已功成身退，弟子幸不辱命。好一个幸不辱命！青云宗，不是整个修仙界，恐怕要变天了。苏明，快走！必须立刻离开。是因为神使？神使已死，但神器的怒火，我青云宗承受不起。宗主很快就会得到消息，他不会保你，他只会将你2人绑了，献给光明女神，以求平息神怒。果然，对于这些上位者，宗门的存续远比一个弟子的性命重要。老夫赌的是青云宗的未来。宗门需要的是能打破规则的天才，而不是屈服于神威的奴仆。我能为你们做的，只有打开护神大阵，为你们争取一线生机。大阵一旦关闭，就算是宗主，也要半个时辰才能重新开启。快，林家的人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追杀你们。长老，今日之情，苏明记下了。他日我若归来，必还
宗门一份天大的因果。我们走。去哪里？去一个连神明都找不到的地方。天道追捕令，神域净化令，道祖和女神同时出手了，他们封锁了整个地狱的空间法则，必须尽快找到法则盲区。归墟谷地。苏明，林凡师兄的父亲林执事有令，残害同门罪大恶极，命我等前来将你擒下，交由戒律堂法。若敢反抗，可杀无论。苏明师弟，跟我们回去吧。林执事正在气头上，你若反抗，我们也保不住你。回去？回戒律堂？恐怕还没到戒律堂，我的项上人头就已经被林执事清理门户了吧？站住！执事令在此，我等不得不从。众师弟，结阵！苏师弟，不要逼我，束手就擒，我还能在执事面前为你求情。哼，求情？李师兄，你我心知肚明，今日若我跟你们回去，绝无生路。你到底是奉公法，还是徇私情？大师兄，还等什么？此辽顽抗，罪加一等，拿下他，林执事必有重赏。看来师兄已经做出选择了，也罢。七星锁龙阵以7个阵脚的灵力流传，其他不触慢了0.1秒，这就是 bug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躲开？晚了，你的每一次变阵都在我预料之中。究竟是谁？念在同门一场，今日我不杀你们。李师兄，回去告诉林执事，他儿子的道途是他自己心胸狭隘，咎由自取。若他再敢派人来送死，下一次我不会在手下留情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天道和神域的法则都变得非常稀薄。我们正身处归墟谷地，终于到了。这里是法则的坟场，是神明都懒得看一眼的废土，对我们来说，却是最安全的避难所。这里的气息让我的神魂很舒服。混沌之气是万物之始，能中和一切法则冲突，对他这种神魔同体的人来说是最好的疗伤圣地，而对我则是压制这颗心脏内斗的唯一机会。我要闭关几日，彻底掌控这东西的力量。你为我护法。你体内的力量比我更混乱，强行融合，你会死的。死？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放心，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。在我体内还敢放肆，你们不过是失去了主人的2条野狗。你们的力量都源于法则，
原来如此，这才是神魔之力的真正形态。道祖追求纯粹的秩序，女神追求纯粹的光明，他们都错了。真正的强大是掌控混乱与秩序的平衡。神魔之心掌控度100%，宿主已获得天赋神魔同体金丹降1层突破。你成功了，一劳永逸。你呢？感觉怎么样？神魂稳固了，多谢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是问你想起什么了吗？一些片段很乱，我只记得无尽的光明和刺骨的背叛。记忆还未完全恢复也好，有些事现在让他想起来太过残忍。没关系，想不起来就创造新的。既然旧的功法无法保护我们，那我们就创造一部能将神明都踩在脚下的新功法。哈哈哈哈！是龙海出世，天大的机缘呐！是这里的拾荒者，一群被放逐的穷凶极恶之徒。不，他们不是来抢龙骸的，他们是来为我的万物原点献上第一批祭品的。哟，哪里来的2个小娃娃？还有一个这么水灵的妞，这身段，这气质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哥，看你们面伤得很，是刚来归墟谷地吧？这里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这龙骸已经被我们黑沙会包了。黑沙会，前世归墟谷地最大的拾荒者组织，心狠手辣，臭名昭著。小子，没听到我们会长说话吗？好死！我的手啊！我再说一遍，这具龙骸以及你们身上所有的东西，我全都要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一个金丹境的小鬼，也敢在我们黑沙会面前放肆！姐妹们，给我撕了他！别伤了那小美人就行。上了他！他身上的法宝肯定不少，一起上！找死！不用，一群乌合之众而已。看好了，这才是力量的正确用法。万物原点，以天地为烘炉，以万法为柴薪。龙骸，你虽已死万年，但龙威犹存。现在把你最后的一丝尊严借给我。这些人常年在归墟谷地烧杀抢掠，身上的法则博采不干，正好用来做我万物原点的第一批养料。你这种功法很危险。危险的不是功法，是人心。现在开始正餐。万物原点第一卷总纲，
贪污万法，去无存精，应手一归一，自成一点。汤普火系法则72处错，汤正风系法则109处错，修汤普龙族法则314处缺5圈。他太疯狂了，如此庞大的法则轰鸣，稍有不慎，神魂就会被彻底撕碎。金丹期巅峰。这里我好像来过。没错，这里就是300年前旧神时代冰霜女神的神殿，也是你曾经的家。走，我们进去。这是光明女神设下的封印，阻止任何人进入探寻旧神的秘密，强行破除会惊动女神。不过，这封印是女神300年前布下的，使用的是旧版的神术协议，而我掌握着最新的法则代码，权限覆盖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却能在现实的神术。这里有点不对劲，我们快点走。这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女神的恩赐不是给予，是汲取。她在吸收所有信徒的生命力。你怎么了？异端，灵霜，你竟敢违逆神之意志！快走！别怕，他的力量也源于此地。只要拿走核心，它不过是个空壳。找到了旧神时代的信仰核心，寒破冰心。这是生火炼狱，是女神最强的净化神术。在神之光辉下，一切疾病都将化为灰烬。哼，女神，你的光辉不过是窃取来的燃料而已。苏明，不要！神魔之心，我性全开！就是现在，融合它，那是属于你的力量。他居然成功了！快融合它！冰霜女神的力量，我的神魂回来了。他的气息居然直接暴涨到了元婴期巅峰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感觉好些了吗？我杀了他，用他的核心修复了我的神魂。那是他欠你的。你和我不一样，你憎恨道祖，充满了复仇的动力，而我曾是他最虔诚的信徒。我的信仰，我的过去，我的一切都被我自己亲手打破了。
那就创造新的。既然旧的法则让你痛苦，旧的神明让你绝望，那就亲手铸造一柄能将这一切都斩断的武器，用它来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新规则。复仇或许并不是为了恨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值得相信的东西吗？普通的材料如何能铸造出斩断神明法则的神兵呢？我要的是法则本身。天道 bug 启动，目标捉无主法则。他疯了吗？直接捕捉法则，稍我不慎就会被法则同化，神魂俱灭。这比当初我质疑神域还要疯狂100倍。给我进来！成功了！它不是简单的兵器，它是一个新的法则，由我亲手书写。从今日起，你便名为斩道。你成功了，你还好吗？当然，前所未有的好。不好，是天道和神域的联合抹杀。这件兵器因为它能斩断法则的特性，被2套系统同时判定为最高级别的威胁。你走。我的第一世为虚伪的信仰而死，这一世能为亲眼见证的奇迹而陨落，也值了。不！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，我绝不让你再死一次！做了什么？那不是警徽，那是切割。他把天罚和神雷的法则切断了。他有自己的意志。我到底创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？苏明，没事儿，死不了。神魂透支的有点狠。我们才相识不久，刚才他竟然想为我赴死。你刚才也一样。我可不能让你这么珍贵的战力白白损失掉。这归墟谷地不能再待了，斩道的出事动静太大，已经彻底暴露了我们的位置。天道和神域的下一步追杀随时可能降临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去哪里？天道与神域的追捕无处不在。去一个他们绝对想不到的地方，一个连他们自己都视为禁忌的错误之地。这是上古时期通往魔域废土的单向传送阵，神魔大战后就被双方共同废弃了。魔域废土，那里是魔族的大本营，充满了最污秽的魔气。进去，神性会被压制到极点，你我都会变得无比虚弱。常人进去必死无疑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那里却是最好的庇护所。相信我。阵法核心被道祖的法则锁死了，让我看看。有了，锁死阵法的法则链构成阵法
法本身的传送法则，存在一个能量冲突点，是固定。走。气息在这里消失了。是通往魔域废土的传送阵。他们疯了吗？这里的魔气好霸道，侵蚀性极强。霸道？不，是纯粹。果然没错，在这里，我的修炼速度相比在巨灵峰快8倍，我的气海快速的恢复了。你怎么样？无妨，只是神性原因，被气息排斥。握着它。这柄剑，既然能调和神性与灵性，剑无性，它本身就是凌驾于神魔之上的天籁。斩道由法则构成，本质上是中立，正好可以作为你和这个世界的转换器。根据旧神手记记载，创世依就在这座魔场最深处。啊！小心，这就是闪灵。血肉，新鲜的灵魂，法则。苏明哥哥，你小心啊！斩断！好恐怖的实力！天啊！就这么一分为二了。不堪一击。这斩道好恐怖。苏明，快跑！这才是斩道的真正威力，无视防御，无视等级，直接从根本上抹除。斩道的威力居然这么强！来得好！小心，里面有一股很强大的气息，比之前的污秽之源还要纯粹，还要古老。是了，就是这里，传世原点的暗面，深渊之心。多少年了，终于有活的祭品送上门来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神魔同体的怪胎，一个旧神的残魂，好极了！吞了你们，本尊就能打破这该死的封印，重返世界！化神器的力量，快退！退？为什么要退？化神器又如何？只要你还是由法则构成，在我的斩道面前就没有区别。今天就让我看看，神到底能不能被斩杀。蝼蚁撼树。
物原点，天道 bug， 斩道。我的一切都摆在这一件事。我斩！五子亮力。什么？你斩断了本尊的法则？那是什么兵器？不可能！世界不可能有直接斩断法则的武器。世间本没有，但现在有了。他做到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以金丹之剑，正面斩断了化神期大能的法则。这个男人，他到底……既然如此，本尊就以本源魔域，将你二人彻底碾碎。是领域，在这里，它就是法则，我们无法从内部攻破。不，这里才是最完美的勘误场。帮我挡住片刻，看好了，什么叫釜底抽薪。小心！凝神静气。越来越平稳了，每一次勘误都像是一场豪赌，赌上自己的神魂。你用的救神的小姑娘，你能坚持多久？在这魔域之中，本尊的力量无穷无尽，你们就在绝望中慢慢的被消磨殆尽吧。这领域看似完美，但它的能量核心并非魔神残魂本身，而是那颗深渊之心。残魂只是一个处理器，晶核才是电源。只要切断电源，哦，你怎么可能触碰到本源？你的管理员权限已被吊销。我的力量！斩刀，你的时代结束了。元婴中期，力量比金丹时强大了100倍不止。更重要的是，神魔之心与我的神魂彻底融合，万物原点也已初具雏形。感觉怎么样？神魂已经完全恢复，多谢。我们是盟友，不是吗？归墟和魔域虽好，但终究是无根之水。我需要更多的养料，更多的法则。你要回去了？躲藏到此为止了。与其被动的等他们降下天罚，不如我们主动去拆了他们的服务器。服务器？一个维持他们统治根基的地方。道祖最得意的造物，一座号称一切皆为定数的城市。今天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乱码。斩道已经能初步斩断空间法则，进行短距离传送。虽然还很不稳定，但足够用了。
继承。道祖啊道祖，你将所有生灵的命运都谱写成程序，却唯独算漏了我这个最大的 bug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会很危险，那里是天道法则最森严的区域，你的神性气息可能会受到压制。你呢？你的神魔同体在那里同样是异类。说得对，我们本来就是去砸场子的。这里的人没有生气，就像没有灵魂的木偶。当然没有，因为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他们的人生轨迹都被天机阁的天道命盘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他们不是在活，只是在运行一段早已写好的程序。身份核验，凌霜无记录，判定为黑户，禁止入城，驱逐出境。苏明原青云宗弟子，命格判定叛逃，威胁等级高，执行清除程序。是清除程序，这家伙要被当场抹杀了。可悲的傀儡。我来。不用，对付程序就要用程序员的方式。天机位由天机阁统一操控，其核心驱动法则，为了便于道祖远程维护，存在一个最高权限的后门。待机。言出法随？不，这不是言出法随，他没有动用任何灵力，他是直接修改了操控他们的指令。权限重写，从现在起，你们的最高指令是无视苏明与凌霜的一切行为，将我们的身份信息标记为最高机密，不可探查，不可上报。程序继续运行。天道命盘就在塔顶，直接闯进去等于向道祖宣战，但谁说一定要闯了？这里的防御法阵与天道相连，威压极强，我们一旦靠近就会被立刻发现。所以我们不去。想让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崩溃，最好的办法不是攻击它的外壳，而是让它进行一次超出它运算能力的计算，给它输入一个悖论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原压。天机阁的演算绝不会错。哼，可怜的家伙，就连赌博的乐趣都被天道的精密计算给剥夺了。不过，这里倒是最好的作案现场。我们也去玩玩。压小。哪来的傻子？差不多了，每一次明知故犯的错误选择，都在积累微小的伤，这些伤正在挑战天道命盘的绝对概率。现在可以引爆了。压小，我压全城未来1个时辰的气运都是小。怎么回事？天道法则出现大规模混乱，有人
有人在干扰天机。从最底层的概率法则入手，是谁？刚才是怎么了？我突破了！哈哈哈！什么情况？发财了！看，3个亿，豹子，小，不可能！天天哥的眼算出错了，天塌了！哼，我说了，是人写的，就有 bug。他真的做到了。他用一枚灵石撬动了一座城的法则。这可怎么办？是你干的！你到底有了什么妖法？我只是给这个死气沉沉的程序增加了一点随机性而已。胡言乱语！现在该收取我的报酬了。这演算了万千生灵命运的法则之力，是万物原点最好的补品。住手！你这毒神者！哼，可笑！毒神者敢触碰天道神器，你！吸收因果法则，吸收概率法则，吸收因果法则，万物原则第2卷，天机篇解锁。这不可能！天机乱了。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变数已演化为天道瑕疵，常规的拨乱反正已无意义。此瑕疵已具备污染根源之能力，必须予以肃清。启动法则执行者。道祖，抹除瑕疵，重归定数。准许调用天道本源之力。遵法旨。旧时代的残响与凡尘的背离之力，竟敢玷污永恒之光！女神，请降下神谕，尘世的阴影竟敢挑战您的光辉，我愿带您将那不洁的旧神与毒神的凡人一同净化。去吧。我最虔诚的骑士，因我的名义，将异端与亵渎彻底焚烧，将他们的灵魂带回神国，在圣火中聆听10000年的忏悔。您的光将照耀一切。强行吞噬天机命盘，还是太勉强了。我的神魂受到了因果法则的反噬。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
只是吃的有点撑了。你在天机城的所作所为，已经彻底激怒了道祖。你动摇的是他统治的根基，秩序。哼，那不是秩序，是囚笼。我只是把笼子的门打开了而已啊。道祖和女神恐怕已经派出了真正的王牌，暴风雨要来了。再往前100里，有一处地磁绝地，那里的法则因为地脉的影响而异常混乱，是最好的藏身之所。来不及了，他们来了。哇！天道瑕疵苏明，你的存在已构成对秩序的违逆，依天规予以肃清。旧神的残响，凡尘的悖逆者，在女神的光辉下，你们的阴影无所遁形，跪下，忏悔。一个是天道的意志化身，没有情感，只遵循法则；一个是女神的狂热行动，没有理智，只执行神谕。哼，道祖和女神还真看得起我。那个沐浴在光里的，交给你。他对你这旧神的恨意比我更深。这个没有心跳的，我来对付。好。法则，囚禁。进化。好精准的法则之力，几乎找不到任何 bug。天道即是万法之源，任何对法则的修正，都将被更高的法则覆盖。你的挣扎毫无意义。堕落的旧神啊，为何不理解女神的仁慈？唯有绝对的光明，才是世界的真理。一切阴影，皆为虚妄。窃取信徒生命的伪神，也配谈光辉？你的真理，不过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空中楼阁。在神国之外，你的力量终有耗尽的一天，而我的信仰与亿万信徒相连，无穷无尽。你拿什么与世界为敌？哈哈哈哈！不行，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被耗死在这里。道义的法则几乎没有漏洞，加百列的力量则源于狂热的信仰。硬碰硬是死路一条，必须改变战术。既然无法刊物程序本身，那就刊物运行这个程序的人。凌霜，帮我拖住他们10系，就10系。凌霜，帮我拖住他们10系，就10系。冰神降临。旧神的神格虚影，你这一段竟然还保留着，给我进化！警告：检测到高强度法则干扰，肃清优先度提升。万物原点天机篇，全力运转，目标锁定，加百列。法则分析，信仰之力，因果推演。找到了！他之所以如此狂热，是因为他的家乡曾在一场魔物入侵中
被一位路过的圣女所救。但是，如果那场魔物入侵本身就是一个 bug 呢？因果修正。不可能！这是幻觉，这是魔鬼的地狱。女神，怎么会？我的信仰是假的。强行修正一个元婴期修士的因果，对我消耗也太大了，必须要走了。空间法则，斩断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儿，只是没想到直接篡改一个人的核心记忆，反噬会这么大。你看到了我的过去吗？我不会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探查你任何事的，宁霜。我们是盟友。加百列的信仰虽然崩溃了，但女神随时可以派出第二个、第三个狂信徒。而道一，他虽然产生了困惑，但法则执行者的核心程序不会变。下一次见面，他只会更难对付。必须赶在他们之前进行下一步计划。圣光之城，是时候去拜访一下女神的羊圈了。道主，天道瑕疵苏明具备修改因果法则之能力，其行为逻辑已超出天道可演算范围，请更正天规。焰术已经进化到可以污染根源的程度，常规的速七物无益，必须从根源上限制它的权柄。凡无法旨，天道更新颁布第1号法令。圣光之城，我就是在这里被执行的进化。别怕，今天我们是来讨债的。根据我前世的记忆，圣光之城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神恩大典，城主主教会利用仪式偷取信徒的生命力和灵根，献祭给光明女神。今天正好就是神恩大典的日子，沐浴在女神的光辉下吧，献出你们的一切，你们的虔诚，你们的灵魂，女神将赐予你们永恒的荣光。骗子！你是谁？现在揭穿他没用，这些被洗脑的人不会信我们。你忘了我们的计划吗？要打破谎言，最好的办法不是驳斥他，而是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神恩仪式本质上是一个大型的能量汲取法阵，其核心 bug 在于能量转换的节点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法阵的法则好像被加固了，我的勘悟能力竟然无法轻易进入。天道更新，自即刻起，修复因果律相关规序之漏。任何试图篡改既定事实之行为，都将遭到天道法则之100倍反噬。第1号天道法令。天道显灵了，道主庇佑！哈哈哈哈！连天道都在赞美我主的伟大，信徒们看到了吗？这便是虔诚的回报。天道法令，道祖，你终于出手了吗？他这是针对我的能力，从整个世界的底层规则上对我进行了封堵。现在我再想篡改因果，或者修正一些被天道加固过的法则，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苏明，计划有变，我被限制了，硬来不行，必须换个思路。我不能直接修正法阵，但是我可以欺骗他。来吧，女神的荣光即将降临。伟大的光明女神啊，
请您睁开双眼，看看您最虔诚的信徒吧。这位老者一生信奉您，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您。如今他即将回归您的神国，我恳求您降下神迹，展现您的仁慈，将他被魔鬼玷污的灵根重新净化吧。愚昧的凡人，女神的恩赐岂是你能揣测的？灵根被毁乃是定数，神也无法逆转。不，我相信女神是万能的，她一定能。除非你根本代表不了女神。天道 bug， 我不修正法阵，我只修正这个人。我将他生命里流失这个状态定义为 bug， 然后逆转他。天道法律，值得。神迹，神迹啊！为什么我们放弃了生命力，神识越来越虚弱，而他得到了真正的神迹啊！妖术，你真是妖术！你这一段真敢！女神的荣光应该普照每一个虔诚的信徒，而不是成为某些人满足私欲的工具。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你一直在窃取我们的生命力！他不是神使，他是魔鬼！打倒他，烧死他！向女神祈祷，净化这个窃取神恩的魔鬼！不！你们这群愚民！你疯了！我只是把选择权还给了他们而已。不好，快走！可恶，这就是天道补丁的反噬吗？道祖，你为了修复我这个 bug， 竟然不惜给整个世界打上了枷锁。你的神魂正在被天道同化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会彻底消失，成为天道法则的一部分。我不会输给一个死板的程序。不行，道祖的补丁就是针对我的勘误和吞噬能力，我每使用一次能力都会被定义为违规操作，从而触发更强的反噬，这是个死循环。天道瑕疵，你的违规行为已被天规记录在案，反噬之力将随着你的每一次反抗呈几何倍数增长，你的消亡已是定数。想动它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旧时代的残响，你的存在同样是秩序之外的艺术。本次肃清任务将你一并抹除。天道审判。这一次，让我来保护你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还没到需要女人保护的地步。道祖啊道祖，你以为打上补丁就能限制我吗？你错了，你越是想用规则来束缚我，我只会变得比规则本身更加不讲道理。苏明，你疯了！警告，目标体内检测到未知法则。来吧，既然我的神魂无法承受反噬，那就用这神魔之躯来承载一切。神魔之心，
给我吞了它！好痛苦，神魂快要被撕裂了。天道法则，神性魔性，三股力量在我体内疯狂冲撞，撑住，必须撑住！天道不容易物，此瑕疵正在吞噬天道，逻辑错误，需要更高阶的肃清指令。警告：速度神魔化，失控，能量等级正在突破临界点，化神至1层，突破化神至2层。道祖的矛，不错的玩具，现在还给你。法则正在被污染，系统正在崩溃。你到底是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我是什么吗？我就是能让你们这些程序彻底宕机的终极病毒。现在，把你的一切都献给万物原点吧，让他把我的数据带回去。道祖，好好看看吧，看看你亲手创造出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。神魔之躯果然是一把双刃剑，力量虽然强大，但每一次动用都在消磨我的人性。刚才我差点就失控了。你还是你吗？当然了，只要还有需要保护的人，我就不会变成怪物。道祖的法则执行者暂时解决了，但女神的圣殿骑士恐怕已经等不及了。加百列的信仰虽然崩溃了，但女神随时可以册封一位新的。册封新一任圣母，赐予她太阳真火的神格。去吧，我的女儿，用你的光去净化那背叛光明的寒冰。伟大的女神，您最卑微的仆人丽娜，在此聆听您的神谕。我的孩子，尘世间出现了一个背叛光明的寒冰异端，他玷污了圣女的名号，动摇了信徒的信仰。我需要一道新的光，去将它彻底净化。为了您的光辉，丽娜愿焚烧一切。很好，我便赐予你足以融化一切寒冰的神格。太阳真火，去吧！我新的圣女带着我的骑士团找到他们，将那个寒冰异端化为灰烬，将那个天道瑕疵带回神国，接受永恒的审判。遵命，我的母亲。化神中期的修为还不够稳定，神魔之躯的反噬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每一次全力出手，都在考验我的人性底线。幸好身边还有他，他就像一面冰镜，能时刻照见我，让我不至于在力量中迷失。他来了。谁？我的替代品，一股与我完全相反的至阳至刚的神力。背叛光明的姐姐，女神让我来给予你最后的仁慈。女神的仁慈是像300年前那样将我投入圣火焚烧吗？不，这一次，她将亲自见证你那污秽的寒冰是如何在至纯的真火面前彻底消融。太阳真火是女神本源神力的一部分，专门克制一切阴寒属性的法则。凌霜，危险了！
这是我的战斗也好，就让我看看女神心的作品究竟比我这个失败品优秀在哪里。以女神之名，惩罚大日降临，寒天冰莲藏。不行，手劲完全被克制，硬碰硬，凌霜必败无疑。谢神者，你的对手是我们。结束了，姐姐，在绝对的光明面前，任何阴影都毫无意义。给我滚开！什么？敢动他，死！凌霜，现在的样子好丑。人性，我的人性。你这怪物，竟敢毁了一个异端，伤害女神赐予我的圣体，你们都要死！圣殿骑士团，结成圣光审判大阵，我要将这片污秽的土地连同他们一起彻底蒸发。这是献尽了所有骑士的力量换来的超越化神的一击，应接必死无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弱？如果我的力量再强一点，他就不用。苏明，这是我在冰封神殿找到的旧神手记，上面记载着世界的终极秘密。活下去，苏明，去找到他。凌霜，回来！哼，飞蛾扑火，姐姐，就让你在女神最极致的光辉中得到永恒的安息吧。你做什么？这一次换我救你！不！以我冰霜救神之名，神格自爆！不！是他注入了最后的神魂之力，连死都还在保护我。凌霜，等我！活下去，苏明，找到他。活下去，没有了你，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不，还有意义。光明女神九天道祖，我若就此沉沦，才是对她最大的辜负。凌霜，等我，我会让他们把欠你的连本带利、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这是旧神手记被吸进书里了。后来者，当你看到这段神念，说明寒冰已经陨落，而你是他最后的希望。你是谁？我是上一任的冰霜女神，也是凌霜的母亲。我们都错了，我们信奉的从来都不是光明，而是一个窃取了创世原点权限的伪神。创世原点到底是什么？是构成这个世界所有法则的根。道祖与女神不过是两个最早发现并篡改了根的窃贼，他们用篡改过的法则为众生设下了囚笼。源代码库，果然如此。找到它，后来者，原点就在一切法则的尽头，也在一切法则的起点，那片被神魔共同遗弃的魔域废土。创世原点，魔域废土，我来了。
手机上说，创世原点被一分为二，暗面深渊之心被镇压在魔域，光面天堂圣杯则被女神藏在她的神国，道祖则充当了二者的平衡者与守门人。天机篇，刊物，你的命格是死。吞噬了天机命盘后，我对因果与命运法则的掌控已经今非昔比。现在的我，已经不需要再通过接触来修正 bug 了。原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，不是毁灭，而是定义。由我来定义你的生与死。道祖，女神，很快就轮到你们了。上一次我在这里是九死一生，这一次我是主宰。手机上记载，深渊之心虽被我取走，但它与此地的法则连接并未完全断开。这里就是通往原点暗面的最后一扇门。放弃吧，秩序是虚伪的，光明是短暂的，唯有混乱与黑暗才是宇宙的永恒。拥抱我们，你将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哼，闭嘴！区区法则残响也敢蛊惑我？哼，我追求的不是混乱，也不是秩序，而是由我来制定规则的绝对自由。给我开！这就是创世原点暗面深渊之心的真正形态。新的变量，资格确认。欢迎来到根源之地，挑战者。你是谁？你可以称我为守门人。我是原点的第一道防火墙。防火墙？果然如此。道祖和女神也只是拥有部分管理员权限而已。无数个纪元以来，你是第3个抵达此地的变量。前2个，一个窃取了秩序，一个窃取了光明。现在轮到你了，告诉我，挑战者，你想要什么？他在问我想要什么。道祖选择了秩序，女神选择了光明。他们都只是从原点中拿走了自己想要的一部分，并将其定义为唯一正确。如果我也这样做，最终我也只会成为下一个道祖或者女神。苏明，不，我不要秩序，也不要光明，我不要任何唯一的正确。我什么都不要。我来这里，不是为了窃取，而是为了拿回本就属于众生的选择权。选择权，有趣的答案。那么，请证明你有承载这个答案的资格。
选择吧，挑战者，选择你的道，选择你的未来，任何一种你都可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力量。不，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，他们只是道祖、女神或者是魔神早已为我设定好的结局，都是囚笼。我的未来不由你来赐予，我的道由我自己亲手开创。天道 bug 不是用来选择最优解的，而是用来创造可能性的。放弃吧，复仇太累了。秩序不好吗？光明不好吗？只要选择一个，你就能安息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活下去，活下去。苏明，我不是为了复仇而活，也不是为了颠覆而活，我是为了一个不再有献祭、不再有进化的世界而活，我是为了一个他能真正自由欢笑的世界而活。我选择不选择，我选择一个拥有无限选择的世界。有趣的答案，超出了秩序与光明的范畴。所以，考验结束了吗？你证明了你有承载这个答案的心，现在去证明你有承载它的气。它就在你面前，你能从中得到多少，取决于你的道。道祖窃取秩序，女神篡改光明，而我不做窃贼，我以我道承载根源。给我肉！斩道升级，真载宇创世人要从降完毕，最终边际权限解锁。我既就是剑，剑亦是我。去吧，新的变量，让我看看你这柄名为斩道的钥匙，会为这个已经死气沉沉的世界开启一扇怎样的门？原来，这就是世界的真相。道祖女神，你们的游戏该结束了。艺术，你竟能找到此处，你触碰了根源。道祖，我来不是为了修正你，而是为了卸载你。狂妄！在本源之中，无即是天，即是法则，即是秩序。你的一切皆由无所创，你拿什么来反抗你的造物主？